这么说，丽妃娘娘母以子贵也是早晚的事。姐姐没别的想法，就怕丽妃娘娘气量小，难以母仪天下。姐姐这个时候凡事固然以谨慎为好，但是世事难料，弟弟就不相信刘荣母子那一家子能坐得稳、守得住天下。长公主这事儿正是机会，何不让阿志与阿娇结个娃娃亲？老太太、长公主、皇上倒是都喜欢阿志，只是阿志比阿娇小啊。不过这也倒是个不错的主意，这样咱王家与窦家就连在一起了。其实姐姐也不图别的，只求皇上多长寿些年，等智儿长大了，随他去胶东国过几年清闲的日子。什么事啊？皇上宣您带着刘志明日去汤泉宫伺候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No。奇怪，按次序，明天该是丽娘娘去啊。好事儿，是皇上想你了。皇上可能是想阿志了，我总在琢磨着，皇上是有心人。他那天说的那一些话，什么立长立贤占位置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得跟丽妃打个招呼，免得她又生误会。给，谢谢姐啊。以后有空啊，就常到我这儿来坐坐。哎，好。娘娘请留步，慢走啊。娘娘，娘娘。您看，这是忠诚夫人给您送来的护腿，她说这是亲手给您缝制的。您看这针脚又细又密，她还差人来说要过来看望您呢。知道了。这人呐，都那么势利。那边皇后刚废，我这边的门槛儿都踏破了。我累了，再来人都给我拦住，一个也不见。王娘娘，丽娘娘她休息了。喏，娘娘她累了，卓奴婢谢过王娘娘。你跟娘娘说，皇上要看刘志，让我送过去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打搅了。这王娘娘也真是够多事儿，屁大事都过来说说，只怕得罪咱娘娘。娘，阿娇姐姐还没来呀？哎，阿娇，啊，弟弟，阿娇，阿娇，你这孩子。阿娇姐姐。哟，妹妹来了。姐姐，几天不见，真惦记你，没想到你还过来了。嗨，这2天心烦，正想着去汤泉宫看看皇上呢。啥事能让咱大公主烦心呢？嗨，别提了。田芬从东夷弄了几颗大东珠，回头送给姐姐开心。皇上近日可有所好转？听汤泉宫回来的人说，吐血已经停止了。以老夫之见，这场重病已经让皇上开始考虑身后之事。前日派人视察杨陵，接着
又废了皇后。来日再册封娘娘为皇后，那朝廷新的格局就已见端倪了。皇上选您做太子太傅，不也是为了蓉蓉的将来，选一个托孤大臣吗？您是太后的侄儿，若您做主持内阁的丞相，太后那边自然好协调。宫闱之事变化莫测。娘娘，以后做事还需谨慎为好啊。太傅，有件小事，臣妾感觉不太好。长公主前日差人来提亲，想让阿娇嫁给太子，臣妾觉得不合适，把来人打发回去了。娘娘这是为何？是那长公主实在太可气了。娘娘错矣。两宫之内，谁都可以得罪，唯有这长公主是断乎不能得罪的。娘娘想想，今汉室天下，一者皇上，二者太后，三者梁王。只有这长公主能穿梭其间，游刃有余。皇上那儿，她视为亲情，但说无妨；太后那儿，她也可以视为体贴，母女情深。那更别说梁王那儿，梁王可以与皇上有些隔阂，但是在长公主那儿，他压根儿就是个小弟弟。娘娘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？那他也不能，只想占尽天下便宜啊！刚立了太子，就给太子送个太子妃。娘娘，此事你什么都不能想，你只需想着太子的前程。就算他高人一等，咱也不能沾着他的光。娘娘可以不沾他的光，但是娘娘千万不能得罪他。他还能怎么样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宫闱之事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什么都可能发生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皇上重病，按照情理，娘娘应该全力伺候身边，这是一。二，废了皇后，如果立刻册封则罢，如果没封您，就会有许多人争位。虽然娘娘母以子贵，可只要皇上还没有颁诏册封，娘娘就要历届张扬，凡是你想要的，娘娘反而要做出不感兴趣的姿态。另外，长公主那儿，娘娘要想方设法打点沟通。前两项都能办到。为太子的婚事，我呢绝不违心迁就。我不能为了巴结那女人，葬送蓉儿的幸福和母亲的自尊。娘娘，不要再说了，拼着不做皇后，我也不去巴结那个女人。我就不信，若是我做不了，还有谁能做？要是有人想争，那么就试试吧。娘娘，还是山野里空气清新，宫里人气太重，害得我都喘不过气来。哎呀，就是啊，你该常出来转转。您是长公主，您怕谁？也别这么说，我不过比人家多了一个当皇上的兄弟。这不，皇上刚一生病，就有人显出世态炎凉了。连您的长公主都这么惆怅，其实我也常想，我们臣妾的一切
还不都是皇上给的？皇上在则都在，皇上不在，一切也都不在了。就是说呀，所以咱们好姐妹得抱着团啊。怎么了？姐姐掐我屁股，活该活该！是，来，姑姑问你句话，来，姑姑给你找一个媳妇儿好不好啊？好，你喜欢哪个姑娘？告诉姑姑，姑姑给你做媒。不喜欢呀？阿娇呢？要是姑姑让阿娇嫁你，让阿娇做你媳妇儿，你愿意吗？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，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，让阿娇住在里面。哎呦，你这么大方啊！好啊。妹妹，可是阿志比阿娇小啊。姐姐，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。妹妹，你真这么想？那干脆让他们俩定亲算了。只要姐姐不嫌弃的话，那感情好了。但是不知皇上他会不会同意呀？这是亲上加亲的事儿，皇上那儿由我去说。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好。你看的这是什么？春宫图？你怎么能看这个？他们俩呀，可真这小王爷啊，将来怕也是剧内的主。没想到这俩孩子还挺有福气的，皇上这么痛快就答应了。那得看呀，由谁说，怎么说的。姐姐，你是怎么跟皇上说的？现在呀，还不能告诉你。姐姐，这还需要保密呀。这宫里呀，家事就是国事。既是国事，那只有到该说的时候才能说呢，对不对？娘，你看，哎呦，阿娇，你看他玩的。去吧去吧，啊，慢点。上来，小东西，你怎么这么一会儿就上来了？阿娇老欺负我。妹妹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年我跟着娘到汤泉宫来，你这个小家伙，哎，你不是说要给人家盖一间大大的金屋子吗？啊，小年纪，金屋藏娇，将来你怎么得了？父王的病好了吧？你们来了，就好多了。父皇的病如果不好，不如请梅城来治。谁？梅城。梅城？你还知道梅城？你怎么知道了？梅城只要给你讲7件事，就能治好父皇的病。哪7件？你说说。父皇难道没有读过7发？7件事都写在上面呢。听窦音老师说，那书比太医还灵。父皇，你笑什么呀？听你的，听你的。来，把这些太医都撵走啊！什么针药、汤药，都见鬼去吧！找梅城啊来治病，啊，好不好？
皇上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哎，这孩子不得了，啊，他呀，他知道梅城，知道七发，还要给朕治病。看我怎么说的，这孩子呀，比那太子伶俐得多。老太太最喜欢他了，老太太最疼爱的，也就是他了。哎，这个嘛，可不能比着说。这有什么不能比的？这老太太就常拿我们姐弟3人相比，不是？比来比去，咱俩都不如阿武和他的意呀。陛下，起来吧，起来。蛮合身的嘛。嗯，哎，你给朕做的鞋垫儿也挺合适，软绵绵的，挺好。你知道朕为什么要叫你到汤泉宫来吗？这个，臣妾没想过。臣妾只知道来伺候皇上，能见到皇上就好。皇上，最近可是瘦多了，真是兵来如山倒，兵去如抽丝。不要紧，朕有事和你商量。臣妾，武不能跨马平乱，文不能下笔千言。我上一次和亲，那个隆庆公主，人家认出是假的了。难道说，让他们知道了？来，眼下匈奴的骚扰、侵犯、掠抢，遍及从辽东到云中的一大块地方，有时候还要直逼京城，这是真正的心头大患，必须消除之。可咱们现在的力量还没有办法和他们大规模作战，这需要
你别能。哟，这一车大大小小的，还真够热闹。王娘娘，你怎么偷偷摸摸的就走了呢？也不打声招呼，是不是有什么事要瞒着妹妹吧？哟，怎么眼圈都红了？你说你哪儿哭不好，偏偏跑到汤泉宫去哭？感觉这宫里头只有你一个人牵挂皇上。够了，丽娘娘，你能少说几句吗？长公主，你看看，妹妹我呀，就是没有王娘娘面子大，能请来长公主参乘同车。长公主什么时候也给妹妹这个面子，妹妹呀就三生有幸了。哟，丽娘娘，我哪有这个面子？敢跟你太子娘娘同车呀？常言道，夜犬陈鸡，各司其职。咱俩原本走的就不是一条路，乘的也不是一辆车。你走你的光明大道去吧，走。走，别理他，快，汤泉宫。你说，他们安的是什么心啊？臣妾整日在宫中待旨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香，老是担心陛下的身体。结果您不见，太子和妾，倒让那乖巧之人捷足先登了。是朕让王美人来的，你把朕当榻席，谁先来了谁坐，是不是？那陛下就太偏心了。臣妾莫非还不如王娘娘，倒让她压到臣妾的头上了。干嘛不学学王美人的长处呢？识大体，顾大局。你身在福中啊，因为朕疼你。你要惜福啊，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不顾大局，我不识大体。那么皇上倒是说说看，臣妾为陛下生下个太子，不是功劳吗？干嘛？陛下虽然雄才，臣妾日思夜想，都是大体大局，怎么就不惜福了呢？依臣妾看，只有臣妾是真心为陛下的基业着想。不像有些人，看着臣妾眼热，满世界散布着臣妾的不是，还跟我说什么夜犬陈鸡，各司其职，竟然把臣妾比作了鸡犬。胡说八道！朕问你，要是有一天朕千秋万岁了，那10几个皇儿，你会怎么对待他们呢？哎呀，陛下，你知道不知道，长公主把臣妾比作狗？朕问你，你说，你会怎么对待他们？既然是夜犬陈鸡，各司其职，难道他们自己不会照顾自己？哼，臣妾也不是他们的奶妈。
陛下。哎呀，陛下。陛下，你走吧。你说真的？那好，走就走。不过，走了以后，你可别叫我再回来。滚！都是那王娘娘挑唆着皇上对臣妾不满。他儿子才几岁就认阿娇做媳妇儿，还不是要巴结大姐，让大姐对臣妾也生出误会。其实这一切都是王娘娘事先设计好的。她看见皇后的位子腾空了，她呀就拼命地巴结皇上。她还越过臣妾，早早地跑到汤泉宫去。行了，宫里都是自家人，不要成天疑神疑鬼的，生出那些没出处的话来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皇上召王娘娘去汤泉宫，是为了谈和亲的事儿。和亲？什么和亲？皇上要把南宫公主嫁到匈奴去，怕王娘娘想不开。是啊，别说她这个做娘的，就是我这做奶奶的，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啊。我汉室朝廷从未拿真公主和亲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那么大一个国家，只能靠送女人去换取和平，还搭上财宝，还美其名曰什么和亲？回去吧，李丫头。天下的道理就那么一点点，还望丽娘娘能够领会。得宠尚需思辱，居安仍要思危。国家如此，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啊？哎呦，烫着了，下去下去。太傅大人，宫里通知皇上明日恢复午朝，请大人届时廷议。有什么议题？宫里没说。知道了。诺。皇上此时想做什么呢？你刚刚说，梁王派人来京城活动。是的。不对呀。依我对皇上的了解，皇上虽对梁王的骄横有警觉，但还不至于拿到大臣间公议。太后那儿也不会答应的。再说，梁王的使者在公卿大臣间活动，这就更不对了。是不是要议皇后人选？朝廷上会议这个事儿？娘，你弄疼我了，你还是让侍女来梳吧。不，虽然娘梳得不如侍女娴熟，可娘想着多为你梳2次，疼娘就轻着点儿，娘还能为你梳几次啊？娘，父皇一定要送女儿去匈奴吗？这么大的事，谁做得了主啊？那父皇有那么多女儿，为什么就偏偏不珍惜不疼我呢？南宫，要记住，
父王是旷古罕见的一代明主，他让你为国家担这么大的责任，那不是疼你吗？我不要他这么疼我，我只想每天能看到他，看到母亲，看到姐姐、弟弟、妹妹。我不要他这么……孩子，想哭，你就痛痛快快的哭。娘，我只想永远和弟弟妹妹们在一起。娘，姐姐，女儿，女儿，女儿，这个是娘进宫的时候父皇赐的，让他替母亲守护你吧。娘，娘，孩子，孩子。自汉初以来，匈奴连年攻扰边境，杀掠人畜。自文帝后期至景帝初年，匈奴多次进犯上郡、云中、辽东，烽火一度逼近长安附近的甘泉宫。为了维护北部边境的安宁，汉景帝不得不忍痛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南宫公主出嫁匈奴大单于，以此换来了汉匈边境近10年的和平局面。父皇，别这样，父皇，好，父皇，快，快，过来，父皇，把这孩子弄走，父皇，南宫姐姐走了，父皇。
朕不是个好父亲。陛下，这是南宫公主临行前为陛下编织的风铃。他说了，他不能就近侍候您了，让这风铃陪伴着父皇。他说，这铃声就是他的歌声。下臣拜见公主千岁。大秦令免礼，来，屋里请吧。坐呀。李大人，知道今天叫你来是什么事儿吗？只要下臣可以效力的，长公主只管吩咐就是。瞧你紧张的。今天叫你来，不是为我办事儿，是你们家的事儿，你就放轻松点儿。其实这也是厉大人职责之内的事儿。大人在朝廷掌管礼仪，宫里呢已是多年有君无后，皇后一位已空缺多时了，后宫无主，这也不合礼仪，不是？现在皇上有立后之意。大人何不在朝上奏请皇上，早立皇后？是这件事儿啊，这莫非是皇上的意思吗？微臣向皇上奏请立谁呢？当然是你们厉家的娘娘厉贵妃了。她身为太子之母，母以子贵，只是个时间问题。依我看，宜速不宜迟。其实这事儿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就差这么个人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。大人，你在朝廷是司礼官，皇上的起居也都是你张罗着，所以我才想请大人出面。当然得行公正之选了。如果你们厉家真能出一名当朝皇后的话，这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儿啊。那长公主，您为什么不亲自跟皇上说？我是怕老太太不高兴。如果皇上问起来，你可以说是我请你出面奏请的，我们已经商议过了。微臣明白，臣作为司礼大臣，
此事责无旁贷，长公主放心，明日一定当朝奏请。丽亲，你把这个送给太尉，他看了就明白了。啊。